丧尸爆发，末日来临了。好消息是我有随身空间保命，坏消息是食物没存够，而且楼里有杀人魔。我家住在1501，我楼上的1601住户是变态杀人魔。我是在丧尸爆发前一天发现的，那天是周五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刚走进家门口，就看到我家隔壁1502的独居女孩家的门半开着，有人似乎正要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么晚还要出门？我刚要打招呼，却发现走出来的是经常在电梯碰到的1601的大叔。他背对着我，轻轻地合上了门。我瞥见他手上戴着一副橡胶手套，胳膊上似乎还有一些血迹。我心跳如打鼓，他感受到什么似的，猛地朝我看来。我已经提前躲进了空间里。是的，我是有空间的。1年前，在老家当神婆的妈妈突然过来，把不离身的玉手镯给我，叮嘱我绝不能摘下来。我向来听话，就一直戴着，直到几周前不小心把手镯磕碎了，手腕上多了一道绿色的花纹。手一摸，眼前景色一花，周围居然变成一片空草地，不远处还有个清澈见底的小水池，四周有看不见的屏障。我沿着屏障走了一圈，心底估算了一下能活动的范围，大概有60-70个平方。当我再次摸向绿色纹路，瞬间回到浴室碰坏手镯的地方，甚至保持着相同的姿势。当时借着一股新鲜劲，我网购了一些蔬果种在草地上，还趁着超市促销便宜，一次性购买了不少日用品和速食食物。原本打算好好享受久违的自然生活，很快就发现了空间的缺陷，居然没有5G，也没有 WiFi， 这对现代人来说无异于坐牢。没几天，新鲜劲退去后，我又恢复了之前的出租屋生活，空间也沦落成了一个普通的储物仓库。没想到这会却救了我一命。联想到那个大叔这大半夜鬼鬼祟祟出来，再加上橡胶手套和血迹，我隐隐猜测对面屋子那个女孩应该是出事了。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，空间里也没办法看到外面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等到明早再出去吧。早上7点，我拿着武器，壮着胆子出了空间。1502的门是关着的，门锁好好的，干干净净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难道那个杀人犯还会开锁？也许他看到了我，现在就躲在我家里等我回去呢。念头一起，我只感觉心中警铃大作，掉头就快速朝着电梯走去，打算去楼下找保安大叔一起报警。平时这个点1楼的电梯大堂是非常热闹的，一些早起晨练完的老伯会围一起喝茶下棋，可今天一个人也没有。总坐在保安室窗口前刷抖音的保安大叔也不知道哪去了。当我走到大堂门口，这才发现门口居然被人用 U 型锁从里面锁住了，还用很粗的铁链拴起来。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哪怕疫情期间都没这样封控过啊！我拿出手机给保安大叔发了条微信，没多久，消息铃声从保安室传来，伴随着的还有一阵奇怪的低吼声。我轻手轻脚地靠近保安室往里望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直冲我的天灵盖。角落里，保安大叔正在啃食着什么东西，我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大叔养的那条狗。我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悄悄后退，生怕保安大叔听到声音发现我。余光瞥到沙发后面，那里也躺着一具尸体。我慢慢退到电梯旁，用力猛按了几下电梯按键，焦急地等着电梯门缓缓打开。确认无异后，我闪进电梯，紧紧按住关门键，祈祷它快点关上，但门好半天没动静。我突然想起这个电梯质量不太好，外面的按钮太用力，很容易卡住，导致电梯门关不上，得再按一下，让它复位才行。电梯外不时传来一些低吼声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垃圾电梯真要命啊！不行，如果这会进空间，很难想象如果出来时电梯没停到位，或者赶上电梯落下来会怎样。我只能轻手轻脚地走出电梯，再次去按电梯按键让它复位。隔壁电梯的楼层数闪动着，是有人从楼上下来了。我顿感不妙，快速闪回电梯。叮，电梯的到达提示音在寂静的大厅格外刺耳。电梯里的活人显然让他们眼前一亮，都朝着电梯吼叫着冲了过来。在电梯成功关上了。早安啊，你们要干嘛？隔壁电梯里传来一阵阵惨叫声，我惊魂未定地看着电梯慢慢上升，直到15楼停下开门。15楼的电梯大堂和走廊都很安静，地板也很干净，
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蹑手蹑脚走到1501，轻轻掏出钥匙开门。回到家里，我壮着胆把几个房间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，还好没有人进入过的迹象。确认安全后，我的精神一松，身体就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，满脑子都是保安大叔和大爷们血腥狰狞的模样。我想打电话报警，却一直占线。楼上几层突然传来惨叫声，有人从窗前落下。我打开窗朝外看去，末世好像真的来临了。曾经井然有序的城市，现在一片混乱，马路上堵满了车祸的车辆，还有很多蹒跚走着的人。只是细看才发现他们的脸全都是双眼发白、腐败残缺。这些走着的不是人，跟楼下保安大叔、大爷一样，都变成电影里那种丧尸一样的怪物了。我发了几条消息在业主群，提醒他们不要出门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我隐瞒了杀人犯的事情。丧尸爆发的第一天，水电网都还有，朋友圈里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丧尸和病毒的消息。置顶的热搜是国家发布的红色紧急通知，未知病毒爆发，请居家等待救援。缓了好一会，我才彻底接受了丧尸末日的事实。楼下大门估计是今天早晨丧尸爆发，保安大叔见势不妙就把它锁上了，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也被感染了。虽然出不去，但丧尸也进不来，也算安全不少。群里有人在高价求购物资，可是形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控制，并没有人愿意把东西让出去。想到楼里除了丧尸还有个杀人犯，我把平时在出租屋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往空间里搬。算上出租屋和之前囤在空间的食物，省吃俭用撑1个多月应该问题不大。之前播种的耕田长得也挺绿的，不过吃是指望不上了。虽然空间里很安全，但是只有在外面才能有机会得到救援，我大部分时候还是得待在出租屋里。如果有人硬闯进来抢物资，我就躲进空间，等他们走了再出来等救援。看现在这形势，最起码要先自己撑过1个月才可能获救，而且还不知道1个月后世界的情况会怎么样。到时候丧尸病毒能不能破解，救援会不会来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手机微信响了一声，是楼下的保安大叔发了消息：何小姐，你在家吗？现在外面都是丧尸，在1楼保安室很危险，小朋友也很害怕，我这里还有很多食物，能不能收留一下我们？我愈发惊恐地看着消息，保安大叔不是已经变成丧尸了吗？难道他还保留了人的智商？还是有人拿走了他的手机发消息？为什么要发给我？